为带动村民致富，我倾尽所有在贫困山区建了一间精品民宿，并高价收购村民的土特产，雇佣村民帮工，免费为村里老人提供餐食。可民宿走红后，村民们却开始贪得无厌了，供货的开始高价卖给我次货，帮工的开始消极怠工，却要求涨薪。他们甚至还以我破坏村子风水，引外人来扰了他们清静为由，堵门闹事，索要巨额补偿款。就连村主任也和稀泥，要求我顾全大局。我彻底心寒了，直接将民宿打包转。清晨6点，刺耳的瓷盘碎裂声夹杂着赵老四老婆钱桂花的尖利声音响起。傅老板，这鸡蛋是俺今天早上刚从鸡窝里摸出来的，还热乎着呢。野菜也是俺天不亮就去后山掐的最嫩的尖儿，你凭啥说俺的货不行？你摸摸良心。我的目光落在他脚边那个半旧的竹篮里，篮子最上面一层的菜确实新鲜水灵，但下面隐约露出的菜叶却已经有些发蔫发黄。至于那些还热乎的鸡蛋，至少有1/3有典型的笼养蛋特征，绝不是我在合同中明确要求的那种散养土鸡下的蛋。于是我尽量语气平和地说：钱嫂，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野菜要当天采摘，无黄叶虫眼的，鸡蛋要大小均匀，蛋壳颜色一致的散养土鸡蛋。你送来的这些都不符合标准，而且你昨天送来的笋干里掺了去年的陈货，前天的菌子底下垫了半筐湿稻草，这些我们都得按次品扣钱的。钱桂花的嗓门顿时拔高了1个度。扣，你就知道扣钱？俺们起早贪黑给你弄这些容易吗？你手指头都不用动一下，坐在屋里就把大把的票子挣了。1斤野菜你卖给城里人多少钱？1只土鸡你炖成汤卖多少钱？你分给俺们几个子儿？现在倒好，鸡蛋里挑骨头，你就是看俺们好欺负。他声音尖锐，吵醒了几名较轻的客人，他们纷纷出门，好奇地张望着我。深吸一口气，勉强压下愤怒。钱嫂，价钱是我们一开始就谈好的，而且已经比市场价高2成了。你要是觉得不合适，我们可以重新谈，但你不能以次充好啊。钱桂花眼睛一亮，重新谈好啊，但你得先把这阵子扣的钱补上，然后从下个月起，野菜1斤涨5块，鸡蛋1个涨1块，土鸡1只涨30，不然这货俺们还不供了呢。看你上哪儿弄去。我看着他眼中的贪婪和笃定，只觉得一股热血之主。而钱桂花见我不语，恶意满满的继续说：还有啊，傅老板，不是俺说你搞这个店是赚了钱，可却闹得村里不太平。后山的石头你是不是动过了？俺可听老人说了，那地方动不得，是咱村的那啥对风水眼。你看自打你这儿人多起来，村东头老王家养的鸡都不下蛋了，昨晚村西头的狗也闹腾了半宿，说是被什么东西惊了。这事你不得给乡亲们一个说法？昨晚村西头的狗也闹腾了半宿，说是被什么东西惊了。这事你不得给乡亲们一个说法？听完这话，我瞬间感到一阵恶寒，顺着脚踝直上天灵盖。看多么讽刺！这就是我投入全部身家，倾注无数心血想要扶持的贫困山村，竟然如此迅速地滋生出了这样丑恶的东西。这时，窗外的阳光照了进来，我站在光与影的分界线上，一边是精心营造却摇摇欲坠的梦幻泡影，一边是冰冷恶毒、充满欺诈的残酷现实。我是继续妥协，直至被这无底的贪婪彻底吞噬殆尽，还是我的目光越过仍在叫嚣的妇人，投向窗外那云雾缭绕的美丽山峦。那儿的景色依然秀丽，但在我的眼中却已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雾霭。忽然，我轻轻地笑了一下。说法好，我会给所有人一个应有的交代的。说完，我强压着怒火和失望，先是安抚了被惊扰的客人，亲自道歉并升级了他们的晚餐标准，然后让吴嫂把餐厅收拾干净。我没有追究赵老四家这次的货，甚至没有扣除货款，只是让人将那些不合标准的鸡蛋和野菜原样退了回去。但这种行为在村里人看来却是一种退缩，一种心虚的表现。赵老四还得意洋洋地跟几个村民吹嘘：看吧，幸福的怕了，什么狗屁标准，还不是看人下菜碟，咱们就得硬气点，不然会永远被他拿捏。什么狗屁标准，还不是看人下菜碟，咱们就得硬气点，不然会永远被他拿捏。于是村民们人心浮动起来了，原本只是在私底下抱怨工资低的帮工们，开始公开谈论了起来。他们一群人个个义愤填膺，仿佛他们有多大能耐，多怀才不遇一样。接着，负责客房清洁的孙大娘就搓着手找到我，她都不敢看我，但还是结结巴巴地提出了要求。傅老板，那个我儿子在城里谈了个对象，开销大，我这边工钱能不能涨点？也不用多，1个月加300就成。紧接着是前台的小王，他是一个读过高中，在村里算是见过些世面的年轻人，他说话更艺术些。傅总，我们晚上值班确实有点冷清枯燥，您看您能不能考虑给夜班加点补贴，或者调整一下排班？我也好多点时间帮家里干农活。然后是负责维保的小陈，他抱怨他的工具不够高级，暗示工作有风险，要求涨薪减负。一夜之间，我提供的远高于他们过去务农或打零工收入的稳定工作和优厚待遇，就都变成了剥削和不公。他们选择性的忘记了，是我的到来才让他们有了这份离家近、收入稳定，还能照顾一家老小的工作，也忘记了当初我提出那些质量标准和服务要求时，他们是如何拍着胸脯保证没问题的。我顿时有种深深的无力感。我知道问题的根源不在于300-500的工资差额，而在于失衡的心态和无限滋长的贪欲。赵老四家的成功就像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释放出法不责众、外来户好欺负的幽灵。我思虑半晌，最终决定召集所有员工和村民开一次全体大会。
会上我没有指责他们的贪婪，只是拿出了一份财务报表，上面显示了我高昂的固定成本、营销费用和近期因投诉增加的运营成本，以及一份打印出来的来自预定平台的几条最新评价。我把那些差评一条条的念了出来。客人说慕名而来，但餐饮体验与描述不符，所谓的山野食蔬并无特色，土鸡汤也欠火候。还有这条，民宿环境确实清幽，但部分服务员态度冷淡，响应不够及时，晚上热水供应不稳定。说完，我抬头看向他们，各位叔伯婶娘、兄弟姐妹，咱们的生意靠的是口碑，口碑坏了，客人就不来了，客人不来，咱们这里就会变回3年前的样子。不但我投进去的钱会打水漂，你们也会失去一份稳定的收入，会重新为孩子的学费、老人的药费发愁。所以你们工作一定要尽心尽力，送来的食材也不能不符合标准，只有这样，我们双方才能实现共赢。人群中一片静默，没人搭理我，我甚至还看到有人翻了个白眼。我见状顿了顿，但还是开口了。关于大家提出的涨薪问题，我这边是这样想的，我可以把大家的工资统一上调5%，并设立质量奖和服务奖，每月根据表现和客人反馈发放，额度从100到500不等，但前提是必须严格遵守质量标准和服务规范，再有以次充好、消极怠工的情况，将严肃处理。这话一出，会场上不少人的脸上都露出了不满的表情。接着，赵老四咳嗽一声，率先开口：“傅老板，工资涨5%，杯水车薪了。现在啥不涨价？咱们的力气难道不值钱吗？要我说，工资至少得涨30%。还有那些什么什么奖，虚头巴脑的，不如实在点，直接加到底薪里。”大家顿时纷纷附和，他们这是把我当肥羊宰啊！我心一沉，知道今天这事是谈不拢了。果然，会上啥都没谈拢，会后情况还加速恶化。赵老四送来的山货质量越发参差不齐了，有时甚至明目张胆地掺杂近一半的次品。孙大娘打扫房间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一丝不苟了，床单上甚至有没清理干净的头发。小王值班时只顾着抱着手机玩，对客人的询问爱答不理。小陈则开始弹性工作，时常找不到人。网络上差评也开始出现了，即使我尽力弥补，低声下气地联系客人致歉，请求他们修改差评，但桃园民宿在几个主要平台上的评分还是开始下滑了。一些老客人也说我这儿感觉没有以前那种纯粹的味道和农家风情。而就在我为差评这事忙得心力交瘁时，新的幺蛾子又出现了。在赵老四等人有意的散播下，关于风水的谣言愈演愈烈了。他们不仅把鸡不下蛋、狗乱叫的事归到我头上，还造出了更离谱的说法。你们知道吗？俺家老头子昨夜梦见了老祖宗，老祖宗说有外来的金气冲了祖坟的地气，让俺家老头快想办法解决。老头醒了跟我说，俺家老祖宗过的苦啊，被金气冲的都透明了，那叫一个惨啊！赵老四说着，还假惺惺的抹了抹眼泪。我寻思着，外来的金气不就是指父亲的民宿吗？其他村民顿时也窃窃私语起来。嘿呦，就是，可别提了，我家小孩晚上哭闹，说看到了不干净的东西。我寻思，那东西定也是父亲招来的。还有后山那片地，自从父亲找人收拾过，夜里就经常有呜呜的哭声传来，可瘆人了。这些流言一传十，十传百，让一些原本受益、保持沉默的村民也开始动摇了。尤其是那几户享受免费餐食的孤寡老人，他们在赵老四的游说下，也开始觉得心里不踏实。是啊，父亲怎么平白无故对人这么好？是不是真干了什么亏心事？就这样，我与村民之间的矛盾越积越深，直接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我也不再试图去缓和了。白天，我依旧有条不紊地处理民宿事务，应对各种糟心的问题。但到了晚上，我会锁上办公室的门，筹划着如何体面离开。我联系了律师，重新审阅了与村里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与每个供货商和员工签订的协议，确保所有条款清晰、权责明确，特别是关于违约责任的条款。我还开始整理质量不合格的供货记录、客户对于服务质量问题的投诉，以及近几个月的运营数据。最后，我还筛选了几家有意收购或投资桃园的机构。而在重重对比后，我的目光最终锁定在一个名为悦享的连锁酒店上。这个连锁酒店的拓展部总监叫周天豪，是一个以手腕强硬、注重标准化和喜欢把成本控制到极致的职业经理人。他的资料里写着，对品牌化、标准化运营的乡村精品酒店有兴趣，并极度重视风险控制和合同规范，对非市场化因素容忍度为0。我的嘴角顿时浮现出一丝冷俏的弧度，就他了。然后我立刻给周天豪发去了一封意向邮件，并附上了桃园民宿的简介和照片。我还在最后提了一句，桃园民宿具备良好的市场前景和可观的利润空间，但目前在本地的食材供应链和人力资源管理上面临一些困难，所以寻求一个具备强大规范化运营能力和法务资源的公司来接手这间民宿。发完这封邮件后，我感觉心里那块大石头终于去掉了。我长舒一口气，心想应该不会再出什么幺蛾子了。但第二天下午就又出事。起因是一个城里来的男游客带着2个7、8岁的男孩在溪边玩耍，孩子们互相泼水嬉闹时，不小心溅湿了旁边种菜的李老汉的裤腿和鞋面。孩子父亲立刻上前道歉，并给了100元钱，但李老汉非但不接钱，反而一屁股坐倒在湿漉漉的田埂上，拍着大腿干嚎起来。哎呦，我的腿，我的腰！城里来的崽子没教养啊，撞了人就想用这点钱打发我，没天理啊！我这把老骨头要散架了。孩子的父亲一愣，一股怒火顿时涌上心头，但看着对方是个老人，他又带着孩子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秉持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他只能耐着性子说：老人家，孩子们只是把水溅了一点在您的裤脚上，怎么就成撞倒您了？您也太不讲道理了。
李老汉却嚎得更响了。我不讲道理，你们撞了人还有理了？大家快来看啊！城里人欺负老人了！听到嚎叫，赵老四第一个冲了过来。你怎么回事？把老人家撞倒了还这么横，有钱了不起啊？今天你不赔个700-800的，别想走。其他村民也渐渐围了过来。孩子父亲又气又急，但面对一群脸色不善的陌生人，只能咬牙又加了500元。然后在赵老四以后管好孩子的教训声和李老汉不情不愿的嘟囔中，带着吓坏了的孩子狼狈的离开了。后来这件事被赵老四渲染成了外来游客嚣张跋扈、欺负本村老人、付钱做事不管的版本，在村里疯狂传播开了。愤怒、排外的情绪迅速点燃了他们心中积压已久的不满。2天后，以赵老四为首的30几个村民拉着歪歪扭扭的横幅堵在了桃园民宿的门前，大声叫嚷。只见横幅上用歪歪扭扭的毛笔字写着：“黑心老板就是灾星，坏我桃园大好风水，外来户滚出去，还我村子安宁。”我听到吵嚷声出来一看，就看到民宿门口被堵得水泄不通的赵老四站在最前面，脸上全是得意、贪婪和狰狞，而在他身边，李老汉被人搀扶着，哎呦哎呦的叫，仿佛真受了重伤一样。见到我，赵老四挥舞着手里一张皱巴巴的纸说：“付老板，今天咱们乡亲们不是来吵架的，是来讨个公道的。你的店坏了村里的风水，引来的外人还欺负咱们老人，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你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我面无表情地看着这荒唐的一幕，半晌才冷冷开口：“赵哥，你想要什么说法？”赵老四恶狠狠地说：“赔钱，风水损失费、精神补偿费，1年15万，少一个字都不行，而且以后每年都要给，直到你关门走人。”15万每年！人群中响起一阵压抑的惊呼和窃窃私语声，看来他们并没有事先沟通过，这个数字也远远超出了大多数村民的想象。而就在这时，村主任老赵气喘吁吁地打来了。只见老赵一过来就说：“哎呀，老四，付老板，有话好好说，别伤了和气。”然后他把我拉到一边，苦口婆心地劝我：“付老板，你看这乡亲们情绪激动也是没办法的事，你在这儿做生意也得讲究个平安顺遂，破财消灾，破财消灾嘛，你多少给一点，安抚一下大家，大局为重，大局为重了。”大局？我看着老主任那张写满和稀泥3个字的脸，忽然很想象，原来所谓的大局，就是牺牲守规矩的人，去满足不守规矩者的贪欲，以换取表面脆弱一戳就破的和气。我转向赵老四他们，目光扫过那一张张贪婪、兴奋的脸。15万不是个小数目。赵老四眼睛一亮，而我则顿了顿，继续道：“我需要时间筹钱。”赵老四脸上的喜色几乎要溢出来，他梗着脖子说：“多久？你可别想拖太久。”我淡淡的伸出3根手指：“3天，3天后我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交代的。但在这3天里，你们不许闹事，骚扰我的客人。如果因为你们影响了生意，我筹不到钱，对谁都没好处。”赵老四和老主任交换了一个眼神，然后赵老四喜滋滋地说：“付老板是爽快人，我们就等你3天。乡亲们，散了散了，给付老板腾地方筹钱。”人群在兴奋的议论中逐渐散去，仿佛已经将那15万揣进了兜里。而我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冷冷地笑了。接着我回到办公室，直接拨通了一个号码，电话很快就被接通了。“你好，我是周天豪。”“你好，我是周天豪。”“周总，你好，我是桃园民宿的父亲，我们之前通过邮件联系过，关于您之前的收购意向，我想我们现在可以正式谈一谈了。不过我这边的情况有些特殊，需要您和您的法务团队有处理无赖的心理准备和能力。”周天豪笑了一声：“傅先生，悦享的法务团队非常专业。”我顿时也笑了。然后我们通过视频会议进行了数轮深谈。周天豪的法务总监、审计主管、运营总监也加入了会议。我把我能想到的所有材料都提供给了他们，包括租赁合同、供应商及员工合同、财务报表、客诉记录、质量检查记录，以及村民闹事的录音、照片证据等。周天豪的团队表现出了极高的专业素养，他们对民宿本身的资产价值和品牌潜力给予了肯定，也对解决村民问题有了预案。傅先生，具体情况我们了解了，本质上这就是一个因过于仁慈而导致的被无赖勒索的案例，这其实很好解决，只需要用合法手段清除蛀虫，并对其他人形成威慑即可。我点点头，是的。我们接手民宿后，会将现有合同梳理清楚，对于无合同依据的无理要求，我们会强势拒绝。收购完成后，所有合作关系的存续将完全基于是否符合悦享标准，不再掺杂任何非商业因素。收购完成后，所有合作关系的存续将完全基于是否符合悦享标准，不再掺杂任何非商业因素。我笑了，好，那我们开始谈价格吧。我报了一个略低于市价的价格，他们同意了。于是谈判的核心就从价格转移到如何实现平稳过渡上。周天豪要求我在正式交接前务必稳住村民，不能发生资产破坏或大规模冲突。我则要求悦享在交接当日带足够的安保人员来应对可能出现的混乱，并能立即建立起新的规则秩序。由于我们双方都很理性，所以沟通效率出奇的高，很快转让协议的主体框架就迅速成型了。我会让集团律师细化框架，并生成一份正式合同，合同一式2份，到时候我会把2份都签字盖章寄给你，你签完字后自留一份，另一份明天我去的时候跟其他文件一并交给我。好，然后我们就结束了会议。第二天下午，我就收到了最终版的转让协议。我仔细审阅了每一个条款，确认无误后，我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而与此同时，赵老四等人还在村里兴奋地畅想着15万巨款到手后该如何分配。有人要翻修房子，有人要买摩托车，还有人琢磨着他该多分到一点。老赵主任虽然隐隐有些不安，但也被即将到手的集体利益冲昏了头脑，所以没有人察觉到一场将彻底改变他们命运的风暴已经成型了。第3天清晨，
几辆 SUV 碾过桃源村坑洼的石板路，停在了桃源民宿门口。车门打开，周天豪率先下车，他身后还跟着10几名员工和保镖。见到周天豪，我们默默握手，没有多说一句话，一切尽在不言中。而此时，几乎大半个村子的村民也以闻讯聚集过来，他们的脸上交织着好奇、兴奋、贪婪和一丝不易察觉的警惕。当他们看到我和那个气场强大的陌生人握手，看到我将一个厚厚的文件袋递给对方，然后转身从门内拖出一个行李箱，老赵主任心里那点不安被迅速放大，他快步上前。傅老板，你这是？我的目光扫过他们，脸上露出一丝极淡的笑意。赵主任，各位乡亲，感谢大家这段时间的照顾。桃源民宿从今天起正式由悦享连锁酒店集团全资收购，并负责后续运营。这位是周天豪，周总，悦享集团的拓展部总监。你们与桃源民宿的后续所有事宜将由周总和各位直接接洽。祝各位好运，再见。所有人瞬间愣在当场。赵老四声音尖利地说：“收购那15万怎么办？”我没搭理他。拖着行李箱径直走向我自己的车，村民们想过来拉着我，但都被父亲的保镖挡了回去。我走后，一股巨大的恐慌和被骗的愤怒攫住了赵老四，他猛地冲到周天豪面前，急吼吼地说：“周总是吧？父亲答应给我们钱的，他答应给我们15万，1年15，现在他跑了，这钱你得给。周总是吧？父亲答应给我们钱的，他答应给我们15万，1年15万，现在他跑了，这钱你得给。”周天豪冰冷的目光上下扫视了他一遍，然后冷漠地说：“钱？什么钱？赵先生，请问你和父亲先生签订过具备法律效力的合同或协议吗？或者有第三方独立公正的见证吗？”赵老四涨红了脸：“我们全村人都可以作证，当时说好的。”这时，周天豪身后的法务总监上前一步，冷静地说：“悦享是合法经营的企业，一切以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为准。口头约定，特别是涉及封建迷信、威胁勒索性质的口头约定，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我司不予承认。另外，赵先生，请注意你的言辞，如果你继续散布不实信息，干扰我司正常经营，将涉嫌商业诽谤和寻衅滋事，我们将保留追究你法律责任的权利。”这一番话堵得赵老四哑口无言了，周围的村民也躁动起来，嗡嗡的议论声响起，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不安。这时，周天豪开口了：“好了，现在办理正事。根据转让协议，我司将接收桃园所有资产及未履行完毕的合同，一会相关人员请尽快到审计和运营处集合。”接着，保镖就从里面搬来了2套桌椅，一左一右的摆在了民宿门前。质检员坐到左边，请现有供应商将近期约定交付的货物搬至此处，接受质量检验。请现有供应商将近期约定交付的货物搬至此处，接受质量检验。人事经理坐到右边，请现有在职员工在此集合，进行重新登记和合同洽谈。村民们慑于威势，乖乖的听从指令。很快，货物就被搬来了。质检员戴着白手套，开始逐一检查货品。这筐笋干色泽暗沉，有霉斑，含水量超标，不符合特级品标准，拒收。而且依据合同第18条，供应商需支付本批次货物总值20%的违约金。这蓝土鸡蛋的蛋壳颜色杂乱，大小不一，经初步透光检测，疑似混入普通蛋，不符合散养土鸡蛋标准，拒收。这捆蔬菜的叶片萎蔫黄化，有虫洞，新鲜度不达标，拒收。这2只活鸡的体型消瘦，精神萎靡，疑似病鸡，不符合健康禽类采购标准，拒收。这一连串冰冷无情的拒收和违约金，直接让赵老四他们彻底懵了。毕竟以前的父亲最多就是扣点钱、退点货，啥时候如此毫不留情的还要到赔钱了？赵老四忍不住了：“你们这是欺负人！父亲以前都不是这样的。”质检员面无表情地说：“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悦享有悦享的标准，不符合标准就不能进入我们的供应链，这是合同明确规定的。至于违约金的支付事宜，稍后会有法务部同事与各位沟通。”而另一边，人事经理拿着花名册和崭新的劳动合同说：“根据悦享员工聘用标准，客房服务员需持有有效健康证，并能熟练掌握标准化清洁流程，试用期1个月，考核合格后方可转正。工资为基础工资加计件绩效，工作时间严格打卡，迟到早退，擅自离岗按制度扣罚，严重者开除。前台接待员要求有普通话2级甲等以上证书，并能熟练使用酒店管理系统，掌握基本英语听说能力。不符合条件者，可申请转岗或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保安需持有相关职业资格证书，无不良记录，并需要通过背景调查。夜间巡逻时需佩戴记录仪，严格按路线和时间执行巡逻任务。”吴嫂等人听得脸色发白，手足无措。健康证、普通话证书、酒店系统、计件绩效，这些词对他们来说遥远又陌生，那种带着人情味的宽松和稳定感当然无从了。孙大娘首先叫了起来：“这我们干不了。”小王也嘟囔：“以前没这么多规矩。”小陈在算完计件工资后说：“工资怎么还变少了？”人事经理直接说：“愿意接受新合同并达到标准的，可以留下；不愿意的，可以现在结清之前父亲先生应付未付的工资，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由于是经营主体变更导致的合同变更，
我司无义务支付经济补偿金。现场顿时一片死寂，村民们终于彻底明白了眼前的局面。那个好说话、重感情、似乎可以任意拿捏的父亲，已经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完全按规则和合同运转的商业机器。这台机器不认人情，不惧吵闹，只认白纸黑字和法律规定。而赵老四看着被拒收的货物，想着那莫名其妙的违约金，想着即将失去的所有收入来源，再想到那飞走的15万，顿时一股热血冲上头顶，绝望和愤怒让他失去了理智。于是赵老四红着眼睛，振臂一呼：兄弟们，他们这是要把咱们往死里逼啊！不能让他们得逞，把咱们的货抢回来，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还卖乖，把咱们的货抢回来，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还卖乖。几个被他煽动的愣头青跟着就要往前冲，但周天豪却厉喝一声：站住！赵先生，我提醒你，暴力抢夺他人财物，破坏生产经营秩序，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我已经报警了。接着远处就传来了警笛声，赵老四等人瞬间僵在原地。他们看着迅速驶进的警车，再看看周天豪那冰冷笃定的眼神，以及他身后那些训练有素的安保人员，所有的勇气和蛮横瞬间烟消云散了。警察过来后，周天豪上前言简意赅地说明了情况。本民宿经营主体变更后，这些合作方不符合新公司标准，试图聚众闹事。说完，周天豪又给民警出示了相关证件。民警了解完情况后，严肃警告了赵老四等人，让他们不得再干扰酒店正常经营，否则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赵老四等人面如死灰，只能在村民复杂的注视中狼狈地散去了。而乐享团队则开始有条不紊地接管民宿，他们更换了所有门锁和系统密码，张贴了新的酒店标识和公告，对个别达到标准的员工进行入职培训，对不达标的员工进行清退。仅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他们就完成了资产梳理，清退了难缠的员工，并宣布关门歇业，进行装修改造。接着，黑色的 SUV 开进院子，将那群尚未从巨大失落和恐慌中回过神来的村民彻底隔绝在了外面。规则的铁幕轰然落下，桃源村村民依靠桃源民宿所获得的短暂幻梦彻底破裂了。半个月后，乐享桃源度假酒店重新开业了，不仅民宿改成了酒店，员工也几乎全是新面孔。他们制服笔挺，笑容标准，用语规范，带着城市服务业疏离的客套。食材也不再依赖本地供应，全部由集团供应链统一配送。桃源村的村民被彻底排除在了这桩生意之外。现在赵老四的商货无人问津，被堆积在仓房里发霉。吴嫂、孙大娘试图去应聘，但健康证、普通话证书、酒店系统操作这些硬门槛，将他们牢牢挡在门外。小王倒是勉强通过了前台的基本要求，但他受不了严格苛刻的考核和监控，没干满1周就辞职了。小陈则连保安都没当成，因为乐享要求保安有正规安保公司的培训证书。赵老四想过堵门闹事，但他们刚靠近民宿大门，保安们就出现，赵老四等人只能仓皇退跑。再后来，乐享集团法务部起诉了他们，要求他们按时支付违约金。尽管金额不大，但对于早已断了收入来源的赵老四等人而言，这无疑是雪上加霜的难事。而更致命的是，桃源村村民刁蛮贪婪，联手逼走良心老板，又对新投资方敲诈勒索的故事，在周边乡镇快速传开了。桃源村被描绘成一个民风彪悍、不可理喻、投资非动的地。那地方的人不行，心眼坏，格局小，谁去谁掉坑里。就连路过的自驾游客看到桃源村的路牌，都会下意识踩一脚油门，生怕被缠上。桃源村如愿以偿的安静了，他们没有了外来者的打扰，但也失去了经济来源。赵老四整日借酒浇愁，家里矛盾不断。吴嫂重新扛起锄头，面对荒芜了1季的田地发愁。孙大娘的儿子媳妇为了生计，不得不再次踏上南下打工的列车，留下他和年幼的孙子相依为命。那几位曾享受免费餐食的老人，又回到了咸菜稀饭、食不果腹的困顿晚年。村子里弥漫着比以往更浓的怒气、怨气和一种深刻的茫然。老赵主任的头发都白了大半，整天唉声叹气的。他在村里走动时，迎接他的也多是冷漠或怨恨的目光。他终于明白了和稀泥的代价，但为时已晚了。而距离桃源村不过20里的云溪村，却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生机勃勃的景象。这里的自然环境不输于桃源村，甚至因为开发更晚，保留着更原始的自然风貌。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民风不错。我离开桃源村后，就带着转让桃源所得的资金，来到了云溪村。在这里，我拒绝了再开一家民宿的建议，也彻底放弃了个人英雄主义式的扶贫或馈赠模式。我直接找到了云溪村的村长李振国，在村委会的简易办公室里聊了整整1下午。我跟他坦诚地分享了我在桃源村的全部经历。所以，李村长，我来云溪不是再来当救世主或者大老板的，我想和大家一起摸索出一条不一样的路，一条规则清晰、权责对等、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路。我提出了云溪生态旅游合作社的构想，村民以闲置宅基地、山林承包经营权、劳动力、传统手艺等折价入股，成为股东。我以资金、管理运营经验、市场渠道和品牌建设能力入股，合作社统一营销，利润按股份分红，打造沉浸式的乡村生活体验区。我们可以将村民闲置的有特色的老屋统一修缮一下，作为乡村旅社提供给客人居住。可以开辟共享菜园、认养果园，让客人参与劳作，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可以组织跟猎人进山拾百草，跟阿婆学做传统小吃，跟手艺人学竹编绣花等体验活动，还能将村民自家生产的优质农副产品作为特产销售出去。在这里，村民将不再是雇工，而是股东，是合作社的主人之一。在这里，村民将不再是雇工，而是股东，是合作社的主人之一。李振国对我的想法表示赞同，他决定先挑选5户口碑良好、房屋独具特色且户主勤快灵光的家庭作为样板户开展试点。当第一批游客入住这些样板户，
吃到了女主人用柴火灶烧出的地道农家菜，跟着男主人上山采茶挖笋，晚上围坐在火塘边听老人讲古后，他们很愿意为此支付合理费用。于是这5户人家拿到了第一笔可观的分红，而实实在在的收益是最好的宣传。于是越来越多的云溪村村民主动找上门，请求加入合作社。后来村里废弃多年的旧小学被改造成了合作社的接待中心，培训教室和手工艺品展示馆。泥泞的村道也由合作社牵头，村民集资出力，修成了平整的水泥路。村民们还自发组织起了歌舞队给游客表演，就连村里原本快失传的几种老手艺，也因为有了市场和收入，重新被年轻人捡了起来。于是，曾经寂静的云溪村变得热闹而有序，充满活力了。村民们在为游客提供服务、展示文化的同时，也深深为自己世代居住的这片土地及其承载的文化传承感到自豪。而另一边，恐慌与懊悔的情绪开始在桃源村里蔓延了。最先扛不住的是那几位曾享受免费餐食的老人，他们颤颤巍巍地聚在一起，浑浊的眼睛里满是对饭菜的渴望。只见王阿婆抹着眼泪说：“顾老板在的时候，我顿顿有肉、有菜、有大米饭。现在，每天只能喝点稀粥对付。就这，我家里的米还快没有了。”其他人纷纷发言，话里话外全是对过去生活的怀念，对现在穷困潦倒的厌恶。半晌，王阿婆突然说：“要不我们去找父亲说说情？曾在西边讹诈游客的李老汉苦着脸说：“说说情，上哪儿说去？人都走了。”王阿婆小声提醒：“不是说他去云溪村了吗？离咱们这儿就20里地，翻过2座山梁子就是。”这个提议就像黑暗中划过的一丝火星。李老汉大喜：“对呀，傅老板没走远，他就在隔壁云溪村。他心善，以前对咱们多好啊！说不定他只是赌气，咱们去认个错，说点软话，他心一软就回来了呢。再不济，让他把咱们的货收一些，或者给几个零工活计也行啊。”这个念头迅速点燃了濒临绝望的村民们。赵老四得知此事后，起初梗着脖子不吭声，还在为那飞走的15万和眼下的窘境恼恨不已。但当家里米缸见底，老婆钱桂花开始指着他鼻子骂他：“都是你出的馊主意，把财神爷往外赶。”儿子也埋怨他断了家里的好日子时，他那点可怜的硬气也消散了。于是，在一个阴沉沉的早晨，以李老汉、赵老四为首的10几个村民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他们翻过2座山梁，远远就看到云溪村那与桃源村截然不同的景象了。只见平整的水泥路蜿蜒进村，路边立着整齐的标识牌，几处老屋也被修葺一新，挂着乡村旅社的牌子。村口的小广场上，几个老人正带着游客跳竹竿舞，欢快的笑声隐约传了过来。更远处，曾经的旧小学焕然一新，门口挂着云溪生态旅游合作社的醒目牌子，进进出出的人脸上都带着忙碌而充实的笑容。这生机勃勃的一幕，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了桃源村众人的脸上。他们互相看看彼此身上洗得发白的旧衣，脚上沾满泥巴的破鞋，再想想自家村里那死气沉沉的景象，强烈的对比让他们心中的懊悔和羞惭瞬间达到了顶点。但同时，他们心中也滋生出了一股难以言喻的嫉妒与不甘。赵老四率先迈步，走进去找傅老板。其他人互相看看，也跟了上去。而他们的出现很快引起了云溪村村民的注意，有人认出了他们。看，桃源村那些人来了，就是他们逼走傅老板的。脸皮真厚，还敢来？赵老四他们脸皮一红，连滚带爬的来到了合作社的接待中心。而此时，我正在里面和李振国村长以及几个合作社的骨干成员开会。见到我，赵老四他们疯狂拍响会议室的大门，会议室里的谈笑声瞬间戛然而止。有人去开了门，看到他们后，李振国皱了皱眉，而我则目光平静地扫过他们，没有说话。气氛顿时僵持住了。半晌，李老汉率先开口：“傅老板。”他声音干涩，带着哭腔：“傅老板，我们错了，我们真的知道错了。”吴嫂也跟着抹眼泪：“顾老板，以前是我们猪油蒙了心，不懂事，您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们一般见识。”孙大娘更是直接坐到了地上，拍着大腿哭嚎：“傅老板啊，您行行好，给我们条活路吧，我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我儿子媳妇在外头打工也不顺当，我们知道您心善，您就原谅我们这一回吧。我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我儿子媳妇在外头打工也不顺当，我们知道您心善，您就原谅我们这一回吧。”赵老四也挤出一个讨好的笑容：“傅老板，以前都是我赵老四混蛋，我不是人，我瞎了眼。您打我也好，骂我也罢，只求您再给村里一个机会。您看，您在这儿干得这么好，能不能也拉扯桃源村，哪怕先把我们的山货收了也行啊，都烂在家里了。”说着说着，他的眼眶竟然也红了，眼里全是心疼。一时间，接待中心门口被哀求和哭诉声淹没。李振国想说什么，但我抬手制止了他。我站起身，走到门口：“各位乡亲，这里是云溪生态旅游合作社，我们正在开会。如果你们有其他公事，请到前台登记预约；如果是私事，也请等我们会议结束后再说。”我这公事公办、疏离冷漠的态度，就像一层冰水浇在了桃源村众人头上。李老汉顿时急了：“
傅老板，您不能这样啊！我们是真心来认错的，千错万错都是我们的错。您就看在往日的情分上，看在那些您送过饭的老头老太太面子上，拉我们一把吧。您要是撒手不管，桃源村可就真的完了。我嘲讽的笑了。情分？我们之间还有情分可言吗？当你们堵在桃园门口，喊着让我滚出去，索要那每年15万的补偿款时，情分在哪里？当你们拿着以次充好的货，理直气壮要求涨价时，情分又在哪里？当你们到处散布谣言，说我坏了风水，搅得鸡犬不宁时，情分还有吗？当你们到处散布谣言，说我坏了风水，搅得鸡犬不宁时，情分还有吗？我每问一句，桃源村众人的脸色就白一分。那些他们曾经理直气壮，甚至洋洋得意做过的事情，如今被当事人如此平静地一件件摊开在阳光下，竟显得如此丑陋不堪。我继续说，至于桃源村玩不玩，那是你们自己的选择，也是你们自己要走的路，路是你们自己选的，后果也得你们自己承担。我不欠桃源村什么，是桃源村欠我一个解释，一个公道。赵老四忍不住开口了：傅老板，您就真这么狠心，见死不救？您别忘了，您当初来桃源村，可是我们收留了您，您那民宿的地还是村里租给您的。我的眼神骤然转冷。赵老四，地是村里租给我的，我付了足额租金，签了合法合同，在租赁期内，我可以合法使用土地。至于收留，我嗤笑一声，我是带着项目和资金来的，是来投资、来合作的，不是来乞讨的。我提供了工作岗位，高价收购了你们的农产品，改善了部分基础设施，甚至免费供养了几位孤寡老人。如果这在你眼里是收留，那这收留的代价未免太高了。而且我付出的诚意和真金白银换来的又是什么？是得寸进尺，是贪得无厌，是忘恩负义，是敲诈勒索。而且我付出的诚意和真金白银换来的又是什么？是得寸进尺，是贪得无厌，是忘恩负义，是敲诈勒索。这番话说的赵老四面红耳赤，哑口无言了。我收回目光，语气重新变得平淡。好了，话已至此，多说无益。云溪村有云溪村的规矩和合作方式，一切都得按合同、按章程办事。如果你们真的想改变桃源村的现状，不妨回去好好想想，你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又该从哪里做起。你们堵在这里，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李村长，送客吧。李振国立刻上前，不客气地说：各位，副总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这里是云溪村合作社，不是信访办，更不是慈善堂，请你们离开，不要干扰我们正常工作，否则我们只好请派出所的同志来处理了。最后一丝希望彻底破灭，巨大的失落感、被羞辱的愤怒瞬间冲昏了赵老四的头脑。好你个父亲，你有种，你有钱，你了不起，攀上高枝了就不认穷乡亲了是吧？见我们落难了就在旁边看笑话是吧？我告诉你，没那么容易，你让我们不好过，你也别想舒坦。其他村民也生出了怨毒之心。对，不能就这么算了。姓傅的，你断了我们的财路，你也别想好过。云溪村给了你什么好处？你这么帮他们，是不是把我们村的好东西都偷来给他们了？污言秽语和恶毒的揣测从他们口中喷出，场面眼看就要失控了。但我的声音依旧平稳。我给你们最后一次体面离开的机会，如果你们现在离开，刚才的话我可以当做没听见。如果你们要继续在这里闹事，那么后果自负。云溪村合作社有完善的监控系统。我指了指屋檐下的摄像头，你们的一言一行都被记录得清清楚楚，寻衅滋事、诽谤、恐吓都是违法行为。悦享集团的法务部能起诉你们违约赔钱，我一样可以请律师追究你们今天的法律责任。到时候恐怕就不只是赔点违约金那么简单了。他们顿时想起了那些冷冰冰的法律文书和催款通知，咒骂声戛然而止，一个个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最终，在云溪村村民鄙夷的目光下，赵老四等人灰溜溜地离开了云溪村。他们来时那点可怜的希望，此刻全化作了加倍的怨恨和绝望。于是，他们决定给父亲下点绊子，让他也尝尝倒霉的滋味。几天后的一个深夜，赵老四和他一个游手好闲的侄子鬼鬼祟祟地摸到了云溪村那条新修的水泥路旁。他们扛着锄头和铁锹，选中了一段相对偏僻、下方是陡坡的路段。赵老四的侄子有些犹豫：“叔，真要挖啊？这路修的可不容易。”赵老四咬牙切齿地说：“废什么话，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还真以为咱们桃源村没人了。把路基挖松，弄出几个坑来，明天肯定有车经过，最好是拉货的车，让他跌一下，翻下去才好。就算翻不了，也能让父亲修的这条路变得难看，逼他重修，看他有多少钱往这无底洞里填。”两人说干就干，趁着夜色开始偷偷挖掘路基。干完后，他们又悄无声息地溜回了桃源村，心里带着一种扭曲的快意，仿佛已经看到了明天车祸现场和父亲焦头烂额的景象了。但可惜，他们的如意算盘再次落空了。赵老四两人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他们鬼鬼祟祟挖掘路基的动作早已被摄像头清晰地记录了下来。当天夜里，我就收到了监控报警信息。我看着屏幕上那两个熟悉的身影和他们的所作所为，没有立刻声张，而是将视频证据保存好，然后联系了李振国和派出所。第二天一早，派出所的民警和李振国就直接上门，将还在被窝里的赵老四和他的侄子逮了个正着。面对如山铁证，赵老四瘫软在地，面如死灰，他的侄子更是吓得语无伦次，当场就把一切犯罪过程都交代了。民警严厉地训斥他们：破坏交通设施，危害公共安全，
这可是违法犯罪，你真是昏了头了，等着坐牢吧。然后他们就被民警带走了。而这事之后，桃源村村民终于发现，我早已不是他们能招惹得起的人了。他们最后一丝报复的念头也彻底熄灭。又是一年深秋，云溪村的梯田层林尽染，美不胜收。合作社的丰收庆典暨年度分红大会即将举行，村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我开着一辆越野车从县里回来，经过岔路口时，我鬼使神差地把方向盘一拐，上了那条通往桃源村的路。这条路似乎比记忆中更加破败，路旁的地里长满了荒草，房屋也因无人打理而显得破旧不堪。村子里静悄悄的，几乎看不到人，只有一条瘦骨嶙峋的黄毛。有气无力地抬头看了我的车一眼，又趴了回去。我的目光平静地掠过这些熟悉的、荒凉的景致，心中已无涟漪。就在这时，李振国打来了电话：“副总，你到哪儿了？全合作社的人都到齐了，就等你了。今年咱们的收成，嘿，说出来的吓你一大跳。账都算明白了，公示也贴出去了。晚上杀年猪，摆长桌宴，咱自家酿的米酒管够，不醉不归。”我的嘴角扬起一抹真切的笑意。我已经在附近了，20分钟后到。说完，我挂断电话，猛地踩下油门，将桃源村毫不留恋地抛在了身后。